大家好，我是看片家咖啡。这一集我要讲一讲关于个人把香泽南全部作品从头到尾完整看完后的观后感以及个人评价。首先介绍一些关于香泽南的个人背景信息。香泽南的日文名字念作爱伊扎哇米纳咪，生日是1996年6月14日，职业生涯是从2016年到2023年，身高是155公分，三围是80、54、82，罩杯是 C cup。下面介绍关于香泽南的职业生涯。2016年9月，20岁的香泽南发表出道作 AVOP 201正式出道。2016年到2023年，香泽南作为 Idea Pocket 的专属女优活跃在业界。2023年6月2日，香泽南宣布隐退。关于香泽南的一些小贴士：香泽南1996年出生在香港，曾在美国洛杉矶居住了7年半的时间。然后我看过的他的一些采访视频，感觉他的英语水平一般，远远达不到英语国家 native 当地人的交流水平，而且有严重的日式口音。这可能和他作为归国子女很早回国，并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接受日本学校教育有关。2019年5月12日，香泽南获得 FANZAI 成人奖最优秀女优奖。其经纪人曾在推特上写下香泽南的灰姑娘传奇一文，披露了香泽南出道初期一些不为人知的艰辛历程，来为他在2019年 FANZAI 成人奖拉票。当然，对我个人而言，文中香泽南的人生经历远远称不上艰辛。这篇文章也只是在 FANZAI 成人大赏之前鼓励粉丝踊跃投票的软文。值得一提的是，香泽南曾在 Netflix 2019年上映的大热网剧《全裸监督》中客串出演。下面是我的观后报告。香泽南职业生涯能找到资源的作品，我都全部从头到尾完整看完了，一共有81部，不包括 VR 作品，其中属于共演作品的有3部，单体作品78部，包括个人写真片3部，个人精选合集片8部，2部素人作品。下面是关于香泽南颜值和身材的分析。香泽南瓜子脸，下巴呈现自然的尖锐轮廓，脸很瘦，肩以下的锁骨骨骼轮廓清晰分明，有骨感的美。C 罩杯，胸型好看，是呈圆盘状，完美酥胸，皮肤紧致光滑，腰身纤细，没有赘肉，四肢修长，身体轮廓线条非常苗条。总的来说，香泽南属于苗条类型的，带有骨感美的气质美女。颜值上，不同时期的香泽南形象上还是有区别。刚出道的时候，完全是青春稚嫩，脸上带着未加修饰的土气。到后面加上化妆后，形象上要更好一些，但是还是有一点土气。职业生涯中后期，基本上脸长开了，进入了盛世美颜的水平。职业生涯后期，随着年纪的增大，脸变得更瘦，虽然有点老相，但是眉目之间透露着表气，有一点风尘感，给人一种情场老手的感觉，非常有味道。最后讲一讲香泽南的特殊属性，也就是眼镜娘。我在观赏他的早期作品的时候发现，一旦香泽南戴上眼镜，他的形象就完全提升到另外一个维度。有点土气的面部五官马上就变得立体，变得高大上起来，就像是加了 buff 一样。例如 IPX232、IPZ910。另外一个和香泽南一样有眼镜属性加成的女优是清空光，也是不戴眼镜和戴眼镜形象上是2个维度。例如 STARS435 中清空光所扮演的戴眼镜的学生妹。接下来讲一讲香泽南不同时期的形象区别。首先是在 IP 社新人时期，香泽南主要是以清新的形象为主，例如出道作 AVOP 201的偶像女优， IPZ828 的美少女，844的女学生，860的同居生活，891的学生妹，910的主治医生，979的潜入风俗店。到了 IPX 时代前期，香泽南的形象和影片的类型上开始逐渐多样，例如 IPX018 的送货到家，034的鬼畜访问，058的日常潜入，091的真实恋爱，177的狂妄的妹妹，232的文学少女，273的女友的闺蜜，342的禁欲系列。而在 IP 某时代中后期，香泽南尝试的影视形象和影片的类型就更加多元，例如 IPX358 的上司 NTR，387的痴女美少女，494的女教师，543的媒体沙龙，588的集 Special 系列，649的上司相簿屋，680的教师诗歌系列，766的浓厚接吻，784的继父系列，819的童真部下相簿屋，838的温泉旅行，857的美人家庭教师，873的被上司欺负，
889的迎新饮酒会，906的护士，922的义父 NTR，956的少女扒手，973的情人旅馆。到了职业末期的 IPZZ 时期，香泽南形象上就变得比较老练成熟。例如 IPZZ 003的教师家房，054的人妻自宅美容沙龙。香泽南素人作品有2部，分别是 HIGH 229和266，属于刚出道不久拍摄的作品，形象上比较清纯。接下来讲一讲香泽南出演的共演片。首先是发布于2018年11月13日，时长4个小时，由桥本有菜、山岸逢花、香泽南共同出演的 Beauty Venus 三女神系列影片的第5部作品 IPX 219。单从演员阵容来说，3位都是 TOP 级别的存在，绝对算得上是豪华阵容。当时桥本有菜和香泽南的类型相对比较相近，走的都是青春美少女路线，山岸逢花走的是轻熟女 style， 搭配起来还是有层次感。然后这部影片在2023年4月11日又出了加长版，时长4个半小时的 IPZZ 079，里面加入了一些之前在 IPX 219没有公布的场景片段。接下来是发布于2023年5月9日，时长接近3个小时，由西有菜、三上优雅、香泽南共同出演的 SSIS 698，这是三上优雅去2023年拍摄的一系列的隐退作品之一。虽然影片的名字不叫 Beauty Venus， 但是影片内容其实和三女神系列差别不大。从演员阵容来说，3位都是非常有知名度的 TOP 级别的女优，三上优雅无疑是里面最大牌的，也是封面站 C 位的明星。但是个人认为，影片中助攻的西有菜和香泽南在身材和颜值状态上要比快隐退的三上优雅高出1个到2个层级，尤其是3人同框之后，有点喧宾夺主的感觉。香泽南在影片中的表现也算是可圈可点，不过这部影片我心目中的 MVP 是西有菜。最后，关于香泽南的个人评分总结，个人对于香泽南前期的评分是 9.6 到 9.5 分之间，2个 S 级别。理由是香泽南作为美少女的形象非常清纯稚嫩，甚至是带点土气，对个人来说没有那种初见一见钟情的经验，甚至是有点印象模糊。但是戴上眼镜附魔之后的香泽南确实让我感觉惊为天人，身材纤细修长有骨感，都是加分项。中后期的评分我个人会给在 9.8 到 9.7 分之间，3个 S 级别。理由是香泽南后面比较会化妆，或者说是脸长开以后面部五官更立体，辨识度记忆点更高。职业末期随着年龄的增大便开始有一些老相，但是多出来的表气和风尘感，这种独特气质确实让荧幕前的我感觉非常享受。两侧脸颊相比于之前稍微向内凹陷，脸感觉更瘦，骨感加深了，这也是我个人喜欢的地方。综上所述，香泽南的作品我个人会推荐给喜欢骨感苗条类型以及眼镜控的观众。想要把香泽南从出道到隐退全部作品看完和收集的难度，个人认为比较简单，全部作品都能够比较容易的找到资源。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香泽南全部作品看完之后的测评，希望大家看完记得点赞和关注，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下讨论。有希望我做某一位女优的全部或者部分作品的观后评价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赞助抖内来置顶下一期的测评视频，谢谢。